极尽。双花花灵在此，混沌之力受到诱惑，自然沸腾。双花，你从长风那儿把姐姐的花灵给偷来了！别挣扎了，没用的。我已将地脉子之残根注入你体内，再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。你为何要如此对我？四姐对我如此狠心，连我族人的亡魂都不肯放过，我定要让她血债血偿。叶檀，再看一眼这世间吧，记住他最后的样子。唐二，老五，楚风，我方才将东丘搜了个遍，没发现他们。归墟异动了，这不可能！你不是已经以10重金身彻底补好了归墟封印了？双花聚首，混沌重启，难道叶檀和奎儿的花灵定在归墟深处？我去救他们？我和你同去归墟。大人慎重，您不曾修得10重金身，去了混沌漩涡就是死啊！朝风，没人比我更了解归墟，我去救他们，你们留在此处，用结界阻止混沌之力蔓延。但愿老五能救出他们。施法吧，来吧，大人。别挣扎了，四姐将重归混沌，你
阻止不了这场浩劫了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明知道自己抵挡不了这混沌之力的侵蚀，你还是要开启归墟。我不怕死，我要复仇，我要让四界为我东丘族人们陪葬。我以为四界都视我为仇敌的时候，你会和我站在一起。在我姐姐离去之时，是你一直陪伴着我，我信任你。归墟，这不可能啊！这样，出问题了吗？难道真是苏轼？神君方才赶去归墟了，天龙军，咱们也去支援吧。你们留在此处，我去看看。
哎呀，快点儿！来了，这次归墟动摇，把我兽族的根基都动摇了。这次的气息比以往都严重，恐怕是出大事了。啊！要不要再修复那天地呀？现在天界已无主，修书恐也无用。儿还在尘渊界呢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这。走那边。小心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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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，雪飞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苏之将奎儿的花灵骗走，又将叶檀带去了归墟，这异象恐怕是归墟出事了。啊？什么？这事告诉玄商了吗？三殿下、玄商君还有海潮都已经赶往归墟，我们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。果然的女儿，果然要去归墟。屯弟，这样，你先别担心，我跟子无先去看一下归墟什么情况。杜水，你照顾好屯弟和雪飞。好，走。哎，屯弟，屯弟。大人，归墟开了！老五还没有救出叶檀和奎儿花灵，绝不能让混沌之力危及四界，否则她们姐妹就真的成了灭世之人了。撑不住了！我们一收到消息就马不停蹄地赶过来了。谭探呢？老五去救他了。想不到这归墟竟彻底开了，兄长一定会把嫂嫂救回来的。我们现如今该守护好这结界。唐二，唐二，唐二，小心！唐二。姐姐，这里是冬秋。地脉此之，如今封印已成，四界既创。若有一日待归墟澄清，你的使命便结束了。这是霜花的记忆。原来，上神在上古时期就在冬秋以混沌为壤，撕下了地脉子躯，才生出了我和姐姐的花灵。
天道轮回，生生灭灭。原来地脉子之并非是灭世不除，我和姐姐的事，也并非是射尽清浊屠灭四界，而是分离混沌，澄清归虚。姐姐，是你帮我点亮了上升神域。唐儿，归墟将毁，我带你离开。混沌之力越发狂暴了，不能让混沌之力外泄。停住！哎，你们看那里！是舅舅和嫂嫂。唐儿，别怕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我回来了，这很唐慢。归墟已经彻底封好，从此不会再有人疼了。校长，大人，唐儿，你干什么？上神封印已毁，纵使集天下之力，也绝无可能重封混沌。你已经为了我，为了四界，做了太多的事情，现在也该轮到我了。嫂嫂，刚才在归墟的时候，我听到了上神留下的神语：地脉子之，乃上神所赐。只要我与姐姐花灵合一，便能发挥出地脉子之真正的威力，彻底分离混沌，平定归墟。你会死的，唐儿！这本来就是地脉子之生来的使命。也许是上苍怜惜，让我降世，能够遇见你。这一世和你相爱，是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。孩子，你不要做傻事啊！嫂嫂，族不想你死，嫂嫂。嫂嫂，你回来吧，神族定会有其他法子的。谢谢你们。我从小就在世人的怨恨中长大，也因为怨恨而成为了恶神。是你们不离不弃，一直陪着我，温暖着我。我一直不明白，什么叫做守护苍生，苍生为什么值得守护？但是现在我明白了，苍生之所以值得守护，是因为苍生有情。
儿决定了一次生死，这次就轮到檀儿自作主张了。月琴，檀儿，裴岩，你哭什么呀？如今四界已平，你应该高兴才对。对不起，我没能保护好你，我没能保护好你。你做的已经够好了。我就是遗憾。你说，我要是九死还魂草该有多好啊！这样，我就还有好几条命，可以陪你过完这一生的。前18年，我没过过什么好日子，但是我不想怨他，因为是那些苦日子，让我遇见了你。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，我都觉得是我最幸福、最快乐的日子。虽然时日不长，可是我觉得我前半生受的那些苦都值了。檀儿，没事儿，我就是要走了而已。你们神仙活得久，那说不准下一世我就来找你了呢。啊！有情，此生只守你一人，你不归来，不死，不灭。檀儿，
送我的时候，你跟我说过，希望我和他一样，在天璀璨，在地从容。你看，我都做到了。你要是想我的时候，你就看看他。他要是傻了，那就是我在想你。我走了。桃儿，多谢叶檀公主，多谢叶檀公主。诸位请起，请起。檀儿，自打你降生起，便无端遭受了覆盆之冤，被世人伤透了心。可如今，你却能以德报怨，又大意击溃了所有纵曲枉直的蜚语恶言。你是父皇的好孩子，父皇为你骄傲啊！我们果真没有看错叶檀这孩子啊！是啊，之前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，他都是临危不乱，有勇有谋啊。只是再也见不到他了，也没人跟我们打麻雀牌了。哎呀，风儿，你有伤在身，不好好休息，却在这里翻书，你还在寻找复活花灵之法吗？这里记载了草木之灵，春风吹又生，万一地脉子之也可以呢。母亲找我是有事儿吧？玄商君那日被混沌之力重伤，又痛失夜檀，不知现下情况如何？你要不要去天界探望一番，也好散散心呢？以他的修为，界限上要不了他的命。母亲不必担忧，反倒是这丧妻之痛，最是煎熬。我去找他反而是种打扰，还是让他静一静吧。哎，你小子可好些了？你出来了，馋昏哭的饭可好吃？我这次来啊，是为了2件事。这第一，父王的事情，我想通了，确实是咱们陈渊族不对在前，逼死了奎儿。如今这双花为救世而牺牲，保全了4界多少条性命，咱们得感激人家。这第二嘛，瞧你这半死不活的样子，看着就来气。奎儿如果在天之灵，看到你这副德行，他能高兴吗？你少一副了解奎儿的样子。我只让你振作起来。最初，我得知奎儿的死讯，还有父王又被杀了，我也感觉心痛的活不了了。可我还是挺过来了。倒是你，
一直这么丧气下去，你母亲还有奎儿看到了得多心痛啊！咱们身为陈元族的好男儿，就不应该让女人为咱们担心。过来吧，左申，到大哥怀里，痛痛快快的哭一会儿。等哭完了，高高兴兴的过你的日子。去你的！怎么了？长兄如父，大哥这疼你。来，哎，别过来啊！再过来我打你！哎，刚才这下像个男人的样子，保持好这种状态，不许再上枪。大哥我即将登上这厉王之位，许多事情还需要你帮忙。跟我走吧。好你个臭小子，别婆婆妈妈了，走。别搂这么紧，你小子长这么高啊！哼，走。拜见母神。母神，劳烦您从霞族回来看我。幼琴，你比上次越发憔悴了。祖师，可是这次归墟之行伤及内里了。回天后，君上有10重金身护体，并未伤及内里。以老朽之见，君上的伤乃是心伤，还望君上能好生休息，不要忧思过度啊。护我的不是金身，是檀儿。他在我最危险的时候，把我推出了结界，牺牲了自己，救了我，还有4姐。3位仙师，这地脉子之是上神遗留之物，上古典籍中有没有复生之法呀？这上古典籍中关于地脉子之的记载极少，又何谈这复生之法呢？
我不奢求你们的原谅，但是适才有一个法子，或许能助地脉子之重生。什么法子？他有法子。听闻草本一族愈繁盛凌厉，便愈强。为父以为，可以在故地重建冬秋之景，让众人下凡，播撒繁花，其灵芝。一来可以为当年屠灭冬秋之事做个补偿；二来，在冬秋草木众灵的相助之下，说不定能够感召地脉子之重生。好，我即刻前往冬秋故地，筹备重建冬秋故地。魏志、韩墨，你们留在天界，好好辅佐清衡。是，神君。可是有情，你尚有伤在身，不如等养好了再去吧。墨神，我等不了了。天后，就由着他去吧。能为小夜谭的事儿忙活，有益他身心健康。有我们三个老的为他保驾，不会有事的。母神，子无也想一起去。韩朝，大人怎么了？新任天帝要在故地重建冬秋，以万花之灵感召地脉子之重生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太好了，大人。那要是两位公主真的能复活的话，那岂不是皆大欢喜了？你赶紧给我收拾东西，我要定居冬秋，从今往后就是冬秋子民了。你可别闹了，大人，人家草木一族胆儿都可小了，你这样过去给人家都吓跑了。你怎么会？不管他们是否能够救活奎儿，都是我的恩人，我会善待他们的。先前老五不是什么归墟使者吗？从今之后，就是护花使者。护花使者，快收拾东西！这就收拾。来，收拾。多亏众神相助，才使这冬秋重建这么快。是啊，这草木生长仰赖40节气，但从前这40节气一直是由清衡兄长掌管。现如今兄长即将继任天帝之位，不知这40节气该由谁来负责啊？不如由本尊来吧。在天界待了数万年，天天就见着这2张老脸，无聊至极。这冬秋重建，诸事繁多，可有的忙活了，应该有意思得紧。况且本尊所思的是瑶池水，本就能助草木一族生出灵智。我留在冬秋，说不定能早日召唤出双花之灵。如此甚好，那便有劳仙尊了。老朽也会特制为草木复灵的灵丹送来冬秋，助双花重生。老朽也愿协力冬秋，帮助2位仙师照料冬秋。多谢诸位仙师，我2个女儿在天之灵，必定感激不尽。寡人愿为诸位仙师所使，代表人族鼎力相助。谈谈是我好兄弟，我们兽族定也会出一份力。愿种花之灵能唤醒地脉子之，让嫂嫂和清葵公主重回人间。今后我就守在冬秋，寸步不离，直到他们重生。我也是，我和你一样，寸步不离，直到花灵重生。花
花灵重生仍不知何时，你们都愿意这样等下去吗？岳父大人，不管千年万年，我会一直守下去。岳父，我相信我一定会等到那一天的。好。愿双花早日重生。愿双花早日重生。奎儿，唐儿，你们听见了吗？四界在为你们祈福，你们看见了吗？这花团锦簇的世界。温柔闪烁，照亮那昙花一朵，守护你我约定，不计命运的错。绽放，刹那绚烂的花火，凝成它。我是你，你也是我。无论那混沌之力如何凶猛，那双花花灵坚如磐石。混沌之力流经双花花灵，被分为清浊二流，清气上升，浊气下沉，天地间豁然开朗。那这地外子之双花并没有灭世啊，反而是救了这四界。哎呀，这，我们以前都错怪他们了。哎呀，错怪了。见过天地，霓虹上神。母神久等了。父帝。哎，来，你的，该我了。哎，天帝，见过天地，霓虹上神。有劳仙尊终日忙碌，冬秋今日才得此盛景，有劳仙尊。如今这里已经被仙尊料理成了四界的后花园了。大家闲暇之余都喜欢来此相会，仙尊，功不可没呀。是啊，若是两位公主复生，朕定当好好谢谢仙尊。小公主在世时没少给我们带来欢乐，本仙尊和你们一样，也盼着他们能早日复生，这点辛苦不算什么。再说这儿有意思的很。我说你能不能往那边挪一挪？别吵。万一奎儿从这边长出来被你挡住怎么办？我不挪，我离得近，孩儿一生出来就能看见我。我说你能不能洗洗澡？这臭脚丫子味儿都飘出来了。臭死你！万一我错过奎儿复生的时刻怎么办？唐儿，你快长出来吧！我忍了这家伙1年多了，我怕我再跟他朝夕相处，我就喜欢上我了呗？我喜欢你，我劈死你啊！你以为我不想砍死你啊？你试试。哎，灼花重生了。哎，幼稚！双花复生了！仙尊，你怎么跟他一样啊？真的回来了，唐儿！哎呀，唐儿，真的复生了！苍天有眼呐！哎呀，唐儿，奎儿。
檀儿，是你吗？奎儿，真的是你啊！我终于等到你了。我就知道你纯良至善，老天都不忍收你，奎儿。哎！他，仙哥，怎么回事啊？君上，三殿下，二位莫慌，二位可还记得双花有袭击青浊二气之能？记得。这双花重生之后啊，花蕊紧闭，需要最纯净的清浊之物从外界输入，方能生存呐。何为至纯的清浊之物啊？你二人的心头血就是啊，取至清之血浇灌于青葵花灵，取至浊之血浇灌于夜檀花灵。等花开了，花蕊开了，双花就能自己从清浊二气中汲取养分了。双花之灵虽化而为人，然有一日身份大白于天下，四界皆欲除之而后快。未料双花摒弃前嫌，舍声望，以上神之约悉清取浊，终令归虚，封印得解，混沌之气尽除。自此四界永保安泰，世人皆称善也。友情与夜谈交手之时，有没有记起些什么？并念追乃上古神物，玄生神君虽被夜谈扰乱了心神，却未有记起往昔。只不过什么？只不过神君本可在沉渊一剑将夜谭封好，却在要紧之时手下留情了。看来他终究是沉渊难断呐。离光夜谭身边帮手众多，难免会起攻天之念，千万不能让友情这个时候想起他。你去，寸步不离地跟着他。若有人想告知友情真相，立时擒杀。末将遵命。神君回来了。神君，此战可顺利？功亏一篑。那就好。本君折戟而归，你们却叫好，莫非你们都知道离光夜谭？您别怪飞驰多嘴，事已至此，飞驰不得不据实相告。您可知道？末将奉天帝之命前来与神君商议天军事宜，有劳飞石和汉墨二位在殿外稍候。是。您请。事已至此，咱们还有什么好顾虑的？赶快将真相告知神君吧。你没看光天一直缠着神君，他肯定是奉了天帝之命来堵咱们的嘴。这天界之中，不知道还有多少像他一样的眼线，时时刻刻盯着咱们呢。
你干嘛呢？那怎么办啊？此次出兵沉渊，虽未能擒住那离光夜谭，不过好在天军伤亡有限。你方才说什么？你要去杀了谁？儿臣主动请缨诛杀东丘妖女离光夜谭。不可！青衡、子无，你们……兄长，你是不是也注意到我的新发饰了？是不是也觉得很特别？本君折戟而归，那就好。你们却叫好，莫非你们都知道离光夜谭？母后、青衡、子无，还有飞驰，他们好像都与离光夜谭有救。他到底是谁呀？离光夜谭，出生东丘狂族，乃地脉子之花灵所化，与我神族并无半分瓜葛。为何父帝要避重就轻，不肯让我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呢？月琴，我是你的娘子，你的前儿，你的月下人。我的娘子。神君，神君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神君，布星的时辰到了，请神君移步观星台。有劳将军稍等，本君去就来。将军，你应该知道我的来意。天地有命，任何人不得蛊惑神君，违者立斩。大人，夜谭公主跟吞帝到了。岳父，奎儿，奎儿，夜谭，少典有情的事儿，我已经听说了。如果你有所顾忌，我可以率军攻上天界。不用了，与其让天帝利用有情，不如我先发旨。况且你的伤也没好，父皇也需要有人照顾。我一直是最让他操心的女儿，死去，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尽孝了。父皇不许你这么说。父皇要你完完整整的去，完完整整的回来。放心吧，他不仅是你的父皇，也是我的岳父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我这条命是姐姐给的，这一仗我不能输。唐儿，此去一定要小心。岳父，吞帝，快坐下休息一下。吞帝，你怎么样？吞帝，奎儿的花灵有朝风照顾，你还是先去厉王的寝殿休息一下吧。为了檀儿，你可要保重身体呀。奎儿，保佑你妹妹平安回来。这玄武之尾
何时少了一颗微月宴呢？本来以为挨过了错嫁那一关，你我就能长相厮守。可是世事难料，还是把你我推向了正邪两端。就算你已经忘了我，可是这份爱，我不能忘。我们之间已经来不及了。明日我便要发兵攻天，我们之间的事情，我已经来不及与你诉说。此生，也许我们注定要一个在天璀璨，一个在地燃尘。所谓的白头到老，不过就是一场梦罢了。错换的时空，吹乱了鬓发，再哭也不怕。就算今生难再携手，我只求星辰忽悠，你我永不为敌。本君以为，你就如同这微月宴一般，看似顽劣反叛，实则资质不凡。今日，本君便将这微月宴赠你，愿你如星辰一般，在天璀璨，在地从容。单单其倾目仰望，也经得住黯淡平凡。该来的，终究还是来了。天帝，离宫夜谈杀上天界了！灭世妖女，速召天将，护卫天界。天界守备森严，你竟然这么快就上了九霄云殿，朕还真是小看你了。少点萧逸，新仇旧恨，今日我们一起算。
你来的正好，助朕擒杀此女。父帝，便是混沌重启，四界不复，儿臣的剑锋永不向他。你想起来了？怎么可能？我明明派了光天，形影不离的看着你，你怎么可能拾回记忆？忘记前尘虽易，忘记此情却难。难道父帝真的认为，仅凭光天一人就能制住儿臣吗？末将有负天地之托。朝向月看星河，无悔此一生与子成说。神君，神君，神君，唐儿，都怪我，是我没保护好你。不好！想往哪儿跑？你个火化将军！哎，人家叫王八将军，对吧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就知道你不会忘了我。洪荒斩灭残余波，不问后生因与果。为君虽千古皆可。末将恭迎天妃回见。来生在祭奠与我魂魄。你联络了神族守将，夺了朕的兵权，让叶檀率军长驱直入，对吗？父帝，儿臣昨夜便已悄悄上天，助兄长联络天军。哎，要不是我给你们做的万侠听音，你们怎么给谭谭传递消息，定下这兵不血刃的战策？所以这战绩也得有我一份。你们竟然做出这等五父欺君之事，真是朕的好儿子。父帝，你给我种下必念锥，让我对挚爱之人刀兵相向，这是为人父该做的吗？你三番五次忤逆朕，眼中只有那个灭世妖女，你又将朕、将神族置于何地？我不想与你为敌，我割欲念，补归虚，九死一生，不是为了拯救四界的虚名大义，是为了保护我的家人，为了你，还有母神。父帝，我不想看你一错再错，我更不想看我的爱人、我的亲人彼此相残。神族对冬秋万年忌惮，不过都是无端的臆想。儿臣恳请父帝交出巨灵玄灯，下罪己诏，为冬秋正名。兄长所言甚是，儿臣心中岂会无负无眷？儿臣们只是希望父帝能够知错能改，这也是父帝在儿臣年幼时教会儿臣的第一课。你们刀剑相向，这是在逼朕呢！就算朕肯答应，叶檀和那个冬秋后人，难道肯如此轻易的相饶不成？我来天界，不是来杀人泄愤的。况且你的死也不足以抵我姐姐一命。只要你交出玄灯，还冬秋清明，我便饶你一命。你们兴师动众的杀入我九霄云殿，
就为了一盏灯。好，这给你。阿爹，阿娘，苏轼终于拿回你们和族人的亡灵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洞中并无花灵。你把洞丘花灵怎么了？你太天真了，你以为神族会留着东丘花灵万年吗？受神火炙烤，死状无比凄惨。当年朕何尝不是觉得先帝残忍？可朕明白，若他们不死，终有一日，死的便是神族，便是四界百姓。我万年来受尽风霜，自以为有朝一日能与父母重聚，没想到他们的华灵早已散灭。什么帝王心术，族人们要的不过是一方净土，安居乐业，这有什么错？神族安享四界荣华，为什么却连一个小族都不肯放过？苏轼，苏轼，哎，祖！东丘族是为了圣树而死，秦桧更是为了保你自刎而死。你有什么资格杀朕？你有什么资格践踏朕的九香云殿？你才是害死所有人的罪魁祸首。公主别听他的，杀了他！自从你和秦桧使灭世双生花的消息传遍四界，并有无数黎民对天请愿，让朕与厉王杀了你们，保全四界。万民请愿又如何？神族傲立云端，
就是为了指引世人，岂能因为世人一时的暴力不安，而让无辜之人枉死呢？叶檀若存世一日，世人便会不容你一日。公主，你答应过我，要为冬秋讨回公道，杀了天帝，杀了他，为所有的族人和金葵公主报仇。天帝，我向来便被世人认作是灾星，万年前是，如今也是，并非杀一人可逆。公主，苏芷，我已经废了他的修为，如今他已众叛亲离，就当是断了这万年的恩怨吧。公主，人心是斩不断的。桃儿，谢谢你放过他。滚！都给我滚！走！都给我滚！啊！你们回。吞帝，吞帝，檀儿呢？啊，哎，你别告诉我，他可否安全？哎，吞帝，您放心吧，天族各位将领都在暗中帮助兄长，嫂嫂分毫未伤，最后还心存善念，饶了我父弟的性命，兄长也恢复了从前的记忆。那他们二人呢？嫂嫂一回来便赶往洛威洞悼念青葵姐姐了，兄长也一并去了。姐姐，厉王已经魂飞魄散，天帝也被废去修为，檀儿给你报仇了。葵儿这是回应了吗？他听到了，他听到了。檀儿，檀儿，檀儿，怎么了？檀儿。檀儿，檀儿，醒了，怎么样？啊，怎么样？对不起，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没陪在你身边。你知道吗？我突然失去了姐姐，
我又失去了你，我感觉我就像是被推入了深渊。对不起，是我大意了，是我没保护好你，是我大意了，对不起。你是怎么激起我的呀？傻瓜，我们经历了这一路，历经千难万难，岂是那必念锥可以磨灭的？你还记得蓬莱降阙、星河漫漫，处处都有我们的记忆。这些是忘不掉的，也抹不去。嫂嫂，青恒，你一直在这儿吗？是。他可回来了？未曾。那日从天界回来，我见他心绪不佳，便想陪陪他，可他说想一个人静一静，我不放心，便想在此处等他回来。嫂嫂可也是来看素芝的？他现在连我也躲着，许是因为在九霄云殿的事情还在怨我。聚灵玄灯一事，神族行径卑劣，他心中定然是恨意难消的。我和他之间的隔阂，只怕是越来越深了。等他回来，我跟他聊一聊。你知道地兰诀和子无在做什么吗？上次陪父皇来看了我一次，就再也没见到他们。最近四界不太平，许是为本族的事情奔忙吧。青恒，你累了这么多天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这如果有什么消息，我立刻派人通知你。好。自从你和秦桧使灭世双生花的消息传遍四界，便有无数黎民对天请愿，让真羽力王杀了你们，保全四界。走开！不要你管！我来给你看看吧。走，你这会坏掉的呀！走开！不要你管。把这位壮士扶起来。走开！壮士先以治病为主啊！走开！滚呐！就算是死，我也不要你治！走开！诸位，小女因丧姐之痛，到沉渊复仇，误伤了诸位，实在是对不住。
寡人特地为诸位请来最好的医官医治伤口。如果诸位心中仍有怨恨，尽管冲寡人来，寡人绝对不走。但是恳请诸位先治病，切莫延误伤情。你的伤势怎么样了？手不要动，我来给你包起来。这儿疼吗？檀儿，你都看到了。我之前还在想，这陈元军里，想杀我复仇的人应该不少。玉兰君和子无每次来见我的时候，都是行色匆匆，还一脸疲惫。父皇也是身形日渐消瘦，白发丛生。原来，他们都是在努力平息众人心中的怒火，在默默忽悠着我。是啊，屯地那日发现，有几个伤兵躲在此处，商议刺杀你复仇，就连夜赶回宫里，请彭医官带着大量的药品前来救治伤兵，安抚民心。在我们被四界追杀之时，他也曾想过跟神族与陈渊拼命，他想尽一切办法，尽他所能来保护你。他不想让我跟你说这些，是因为怕你多想，在添心上。四界不容我，杀我至极。我为亲人复仇，却又变成了他们的仇人。这善恶轮回，冤冤相报，我却还要连累父皇和朋友们。我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檀儿，让我一个人好好想一想。姐姐，我想你了。我现在心里特别难受。你要是在我身边就好了，我想跟你说说话。你休了一个我，那我也休一个你吧，就当你还陪着我。姐姐，我想追杀过我们的人报仇。我以为我会成为全世界最狠心的人，可我还是放过了天帝。为此苏芝也怪我。方才我耳闻目睹的一切，都让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姐姐，檀儿，多日不见，你憔悴了。姐姐，我想你了。好，檀儿，这些日子你受苦了。姐姐，我特别后悔，我后悔我在望两城跟你吵架。我后悔你在归墟的时候，我没能拉住你。姐姐从来都没有怪过檀儿，更是没有离开过檀儿。我看到了你为我难过，也看到了你及时守住本心，没有让自己坠入复仇的深渊。我的檀儿，你做得好。可是世人偏见难除，双华的恶名恐怕也很难被洗刷。你我就这么被逼到绝路上，你不心痛吗？天命难改，人心难逆。你我既身为地脉子枝，便注定有此厄运。怨天尤人，自损心神，枕戈自刃，伤人伤己。还记得我们在王两城的时候聊过吗？无论深陷什么样的泥潭，都要向阳而生，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。我这条命是姐姐给的，
这一生，我不仅为自己而活，也要为姐姐而活。姐姐，你放下，我也就放下了。我的好贪儿，你能想通，姐姐心里真的欢喜。你放心吧，有姐姐的在天之灵守护，还有友情，有父皇，有我那么多的朋友们，我会好好的活下去。我秀你呢，你教我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是回来了吗？姐姐，唐儿，我呀，看你心情不好，特意去人间给你准备了你最喜欢吃的馄饨。来，这是小菜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吃啊？我给你换啊。芝芝，姐姐和妈妈都为护我而死，爱我的人也都在极力地护着我。姐姐大仇已报，我心也安了。为了你们，我要吃饱睡好，好好的活下去。你呀，是我见过最坚强的姑娘。那你最坚强的姑娘，想要一份礼物。什么礼物啊？再为我放一次烟花。今日是10月初6，我又回来与这个世间交手，我的名声和时运比上一次更差。但是不论这一世怎样，我都会把它活得精彩。干嘛这么看我啊？我只是在想，除了魏月燕，你与一物也很像。何物啊？九死还魂草。这什么东西？怎么名字这么难听？它呢是一种草木，生命力极其顽强，哪怕半年不受水也不会死掉，就算是枯萎，遇到一场甘霖就会生龙活虎起来。你也如此，经历了这么多，这么快就能走出来？那我就是九死还魂草，也是受尽苦难，依然有人疼爱的叶檀。你们就是我的甘霖，有你们在，纵使外面风雨交加，我都不怕。我会竭尽所能，护你平安。什么叫你护我平安啊？你就这么瞧不起我呀？以我现在的本事，我护你平安还差不多。行，一切都听娘子的。怎么不信啊？那咱们试试看呀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
姐姐，你现在在天上看着我呢吧？我的后半生是你用命换回来的。放心，我会好好的活下去。怎么会有烟花呢？你看这。雪妃，吞帝，方才斥候营守卫兄弟来报，说玄商军他给叶檀公主放烟花呢。啊！嫂嫂现在有心情看烟花了，难道说嫂嫂想开了？这么说，檀儿好了，果然这就去找他。哎，吞帝，你可真是高兴的糊涂了。现在呀，檀儿正和玄商君浓情蜜意呢，你怎么好去打扰呢？雪妃说的对，果然真是高兴的昏了头了。我看啊，谈谈最近寝食难安，清瘦了许多。要不明天我们给他做他最喜欢吃的火锅吧？嗯，好。牛肉锅还是羊肉锅呀？嫂嫂，谈谈。檀儿，谢谢大家为叶檀做的一切。叶檀，谢果。父皇，好孩子，何须跟父皇客气？为父亏欠了你18载，现在所做的一切，是早都应该做的。父皇，您也刚经历了丧女之痛，还在费心为我做这些事情。姐姐虽然走了，但是我会替姐姐好好的活下去。我这条命是姐姐给的，我会替她做她想做的事，替她爱她爱的人。父皇，我既是叶檀，也是姐姐。您的2个女儿都在。所以到底是羊肉火锅还是牛肉火锅啊？吃牛肉的，多带几瓶好酒来，咱们一醉方休。一醉方休。他这一等又得1晚上了吧？真没想到啊！少典萧一这老头薄情寡恩的，生出来这2个儿子倒是有情有义的。我什么时候才能遇到此等良人呢？某些人啊，眼神不太好使。身在山中不见山呢。什么意思啊？听不懂拉倒。喂，古海潮，你有话说明白，你别话说一半呢，能不能行啊？你回来了？你一直在等我。是。见你伤心难过，我不放心，便想来寻你。可否愿意陪我一起出门走走？当然。去哪儿？随我来。今日繁星璀璨，便想邀清衡你一同来赏星，
一起说说话。你方才唤我什么？我唤你清衡，可有不妥？啊，没，我喜欢你这般唤我。先前让你唤我清衡，你总是不肯，不是唤我二皇子，就是唤我清衡君，过于生分了。今夜，你不是神族二皇子，或是仙君，我也不是蛰伏于天界的冬秋小仙，我们只是苏之与清衡，赤诚的聊聊天。这苍穹之下，生灵万千，他们个人的祈愿犹如沧海一粟，能被上仙听到的几率，定是极其渺茫吧？是。但我当年的祈愿能被你听到，还受到你的关照，是何等的幸事啊！你，谢谢你，清衡。你终于承认自己是当年那棵小胡荽了。认识你之后，我时常在想，若我不是冬秋一族，只是那棵小胡荽该有多好。五仙小仙，孤身上天，饱受欺凌，幸得神族二皇子真心护佑，跨越仙阶，相守相伴，这样的故事，定能成为一段佳话吧。我知神族欠冬秋的血债无法偿还，但假如你愿意，我定会守护你一生一世，绝不负你。若假如能抹消一切，这世间哪还有那么多遗憾？我只能替那棵小胡荽谢谢你，谢谢你送他法卷，教他法术，谢谢你给他暖身的披风，谢谢你的关照和所有的真心，谢谢你，这所有的一切，他无以为报，但他永远铭记于心。真的不用我们留下来陪你吗？原本还跟地兰诀说要一起吃火锅呢。三位仙师今日一早就遣人来说，天地修为被废之后，已不能理事。况且，苏芝被巨灵玄灯一事所伤，你们留在这儿也不利于他心情恢复。要不然还是先回去吧，火锅咱们可以改日再吃。行，那我先协助清衡料理好神族事务之后，便回来寻你，我们一起去过你口中说的寻常百姓的日子。怎么了？他是在担心苏芝呢。苏芝这几日一直不肯出门，他就在门外连守了好几夜，生怕他出事。我昨夜见到了他，他将我送的东西都还给了我，我愈发担心他了。我昨夜也见到他了，他心中还是有怨。你们留在这儿，反倒是叫他睹人思旧事。要不然，还是先回去吧。那便拜托嫂嫂了。那我们走了。走吧。
你看，可以呀。公主，见过公主。见过公主。公主，几日不见，您气色好多了。公主这一恢复，花容月貌又回来了。你们刚才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凤儿这2天呐，胃口终于好了，她吃饭了。可不，也不挑食了。吃了5碗饭啊。她好多了吗？身体是好多了，可整个人啊更魔怔了，已经好几天好几夜不眠不休了。她怎么了？具体怎么了？要不公主，您还是自己进去看看吧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看书。哎，正好。这个是什么字啊？你字都认不全呢，怎么看啊？这都是哪儿来的呀？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，若地脉子之真的这么强大，岂会就这样消亡？我想找找有没有办法，让奎儿死而复生。但陈元杰一向善我，并没有什么书。我只好让斥候营的兄弟四处找来这些古籍。谢谢你愿意为我姐姐如此费心费力。可若真的有办法，四界岂会轻易放过我们姐妹2个？你来找我，怕不是专程来谢谢我的吧？我还想和你说，这乌大还关在长魂窟里，把他放了吧。这沉渊之主的位置我不要了，是时候还给沉渊储君了。你不做沉渊之主了？是，我不想复仇了。我还以为我不杀天帝，你会怨我呢。其实那日亲眼见父王身死，我也不好受。如今天帝已经受到惩罚，我想奎儿心里也想得明白。现如今你的心也安定了，我奎儿的花灵也可以跟着安定些了。那我先不打扰你了。你要去哪儿？我去看看苏芝好点没有。你要是见了他，让他仔细想想，还有没有让奎儿复生的秘术传说？姐姐有你守护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对了，听说你要开始吃饭了，你多吃点儿，别让我姐姐担心你。公主可饿了，我刚刚做了胡荽饼，你快来尝尝吧。公主，那日在九霄云殿，苏芝说了许多红话，您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这顿好吃的，就当是我给您赔罪了。我不怪你，你当真就此放下了？既然公主已接过，天帝和厉王也受到了惩戒，我也该放下了。就像公主说的，宿命已然如此，该怎么活全靠自己。我想好了，未来我也要好好过。清衡方才走之前还一直都在担心你，若他知道你已经放下了，心里不知道要有多高兴呢。我一会儿就遣人给他送信儿去。不必了，公主，我会让清衡君明白我的心意的。有件事想和公主说，苏芝想搬走了。你要搬去哪儿啊？如今你已经……不是这样，我和有琴正打算远走他乡去做些生意，不如你去给我们做掌柜的，帮我们打理生意，正好互相有个照应。公主，苏芝离家太久了，想回家了。你想回东丘？你孤身一人的，四界对东丘的成见仍深。苏芝想回到熟悉的地方盖间房舍，就此归隐，公主就不必再劝了。好，我亲自送你回去。我父皇从宫里给我带了点御寒的衣物，还有棉靴和手炉，你等着，我一会儿都给你带上。好。奎儿，你好些了吗？先前不知照顾花灵之法，
我也不知该怎么做。我听闻苏芝姑娘这几日情绪不佳，等她稍微好些，我便去找她询问照顾花灵之法。对了，方才叶檀来看你了，他气色好了很多，想必是放下仇恨，心伤渐愈。唉，现如今一切都好起来了，唯有你没有回来。大人，苏芝姑娘到了。啊，见过朝风殿下。苏芝姑娘找我有何事？苏芝今日便要回东丘安家了，临走前想来看看青葵公主，毕竟青葵公主是地脉子之花灵，与我东丘一族羁绊深重，同气连枝。这一去，怕是鲜少能见到她了。怎么这么突然？我还想找你询问照顾花灵之法。殿下别急，我这就将照顾花灵之法写下来。只不过这个方法有些繁琐，怕不好记，殿下请借纸笔一用。好说。海超，速速寻来纸笔。快去。好嘞，大人。苏芝姑娘，请稍等。嗯。海超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大人，大人，纸笔来了。哎，苏芝姑娘，我家大人呢？大人去寻你了。哦，纸笔给我吧。哎。写好了，请古大人转交给殿下。我与叶檀公主还有约，先告辞了。慢走。朝风，救我！朝风，救我！葵儿。葵儿，葵儿，海潮！大人，怎么了？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属下也不知道啊。有人碰过花灵吗？可除了您，再无旁人接近过花灵啊。等一下，那个苏芝，刚才我进来的时候，看到苏芝姑娘自己站在花灵旁边，我还以为她是在悼念青葵公主。哎，苏芝姑娘，我家大人呢？是苏芝。
全将军，不好了，苏氏姑娘偷走了青葵公主的花翎，也带走了夜谭公主。你可知他们去哪儿了？早上听她说，她要去东丘故地定居。我家大人竟先行前往归墟了。糟了，走！好啦，都说了，要好好生活下去的。好好生活。你打算把房子建在哪儿啊？那边，小的时候，每每有了烦心事，我就会在那边远眺归墟海，直到阿娘许我回家。这视野真好，每天在这儿推开窗，心情一定很畅快吧？就到这儿吧。苏芝再叫您一声公主，谢谢您对天界小狐荽的照顾。怎么搞得像诀别一样？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常来看你的。只怕没有以后了。